他吃8颗药啊，后来就诊断是失智症。这种病严重的话，病人会猝死。所以当吃你的身体来讲，会处于一个就是昏昏欲睡、很好睡的状态。台湾呢有睡眠障碍的人真的很多，那根据这个睡眠医学会的统计里面，统计起来将近500万人哦，460万人哦，那就医的人数只有这里面的1/3，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刘伯仁院长，院长你好。陈英上华你好，大家好。那如果我们不想失眠的话，睡前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个就是咖啡因，我们台湾喝咖啡的人口越来越多，真的很多。那因为咖啡因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咖啡因会让我们提神？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叫腺苷这个受气我喝咖啡之后呢，它会抑制腺苷接受腺苷受气，会让你呢不会疲劳，会让你精神很好。但事实上你很想睡觉，但是我就让你清醒振奋了。对，所以当到你有咖啡如果喝过量的时候，你的咖啡因一旦抽离掉，你会整个人会萎靡。所以一般来讲，咖啡因如果带一些异常，你又喝很多咖啡，千万一定要把咖啡减量。可是咖啡因的饮料除了茶跟咖啡之外，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注意，可是它其实咖啡因很多的饮料？其实像我们除了咖啡、茶以外，可乐啦、巧克力啦，这些里面都有咖啡因。你不要说小孩子喝可乐这个吃巧克力没问题，它会影响到睡眠，甚至会过动。那另外来讲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喝点酒帮助入睡。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睡眠周期嘛，这个叫做深睡期，还有快速动眼期，它会让你一直维持在浅睡期，你很难深睡。然后很难深睡期的时候呢，你的脑波会转来转去，很容易浅眠。一般来讲，他下半夜会容易醒来，所以你要靠喝酒来帮助入睡，这是个不是很好的方法了。很多人就是养成的习惯变酒瘾了，越喝就脂肪肝，然后就肝硬化。这要小心。这边有就是说，容易浅眠的人容易被宠物干扰。很多人就是因为养了宠物之后，心被疗愈了，但晚上睡得很糟糕。然后本来以前可以睡到7点8点，4、5点狗狗就跑出去猫猫跑来跑去了，因为猫咪过来抠它一下，狗狗舔它一下，它醒来一下，它就醒来了，所以它也睡眠被严重的干扰。所以我说养宠物本来是很疗愈的事情，但是如果假设你已经有这种睡眠干扰的话，你可以思考怎么去跟宠物共处，跟它分房，对，要分房睡，另外一种分房睡的运动很重要。可是我们确定了就是如果你在睡前激烈运动，很多到 gym 对不对？做完 gym 回家洗个澡就很好。有人很好睡，有人更难睡，因为你在这个运动完之后，你的交感神经是非常亢奋的，脑部分泌大量的正脑内啡，你属于亢奋状态，你很难入睡。像我自己如果睡前我做很大的运动量的话，我是没办法睡觉的。所以这个来讲要看个人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躺太久睡不着，要先离开床，差不多20到30分钟，你还是滚来滚去睡不着，先起来吧。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对，那你可以起来做点很 boring 的事情，折折衣服啦，报纸叠一叠啦，杂志整理一下，做一做再回去睡觉。好，那这个就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睡得更好一点。起来不要马上打开手机，我看今天赖怎么样，那就蓝光刺激褪黑激素不容易分泌，就会容易失眠。我一直给你开药吃，就跟你讲半天还是要滑手机，这已经是现代医生面临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在请教刘伯仁医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想要站在功能医学，看看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医师间带来有营养跟一些关键的因子，我们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谈好几次美嘛，对不对？我以前开个玩笑，你如果美吃的不够，人真的不美丽，其实睡眠也睡得不好。因为美来讲，它对我们脑子里就是有放松的这种功用，它会强力加强所谓副交感神经的活性，抑制交感神经的活性。所以当吃美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来讲会处于一个就是昏昏欲睡、很好睡的状态。但很多食物会有镁，譬如说我们多吃点像深绿色的蔬菜啦，一些坚果啦等等，会有一些镁离子比较多一点点。但是镁离子如果讲要补充剂量的话，还是跟医师参考一下，有时候100毫克、200毫克、300毫克，看个人体质。医师，那这样镁是要在睡前吃？没错，睡前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吃。这个镁还有很多的剂型有人说听完节目就我自己去买镁。千万不要买到氧化镁氧化镁是一种我们在吃的泻剂你不但镁不能吸收，还会拉肚子那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氨基酸喝镁，那可能对你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在哪些地方它是有甘氨酸存在呢？其实甘氨酸是我们20种氨基酸一个非常重要的氨基酸。甘氨酸来讲，它在身体里边它是属于叫抑制型氨基酸，它对大脑的活力会慢慢降低一点点。很多老人家他因为说我要吃清淡一点点，我的蛋白质吃的比较少一点，怎么越来越失眠？因为蛋白质吃不够。蛋白质吃不够的时候，它里面甘氨酸一下降的话，它的脑子里面会容易兴奋，
还有那种忧郁，所以氨基酸就蛋白质要吃得够。那他们现在外面还有一种镁，就是甘氨酸螯合镁，就是又把镁、甘氨酸结合进去，在很多蛋白质都有甘氨酸这个东西。对。然后第三个茶氨酸，这又是什么呢？茶氨酸来讲，也就是绿茶特别多。就是刘医师，你刚刚不是讲喝茶又兴奋吗？对啊。怎么又来一个茶氨酸？茶这东西很特别哈，有时候你看我们在擂茶啦、御茶粉啦哈，它里面来讲，除了有一点少量的咖啡因，有一个叫茶碱，另外还有叫茶氨酸。茶氨酸是一个很特别的氨基酸，它是一种非我们在体内需要氨基酸的另外一种特别的结构，在身体里面它会刺激我们阿法波。脑子阿法波生出来就开始怎么样？你会开始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好像好放松的状态。所以有人是喝茶哈，他说喝到茶之后他会很好睡，那是因为他对咖啡因代谢很快，那茶氨酸对有的效果好。但是一般我们在有些茶氨酸的一些保健食品，有人吃的话就比较好睡觉。对，是这样子。那有没有在一些没有咖啡因的茶类也可能会有茶氨酸？大家就觉得菊花茶比较没有咖啡因吗？对，茶就是从绿茶啦、乌龙啦到这红茶里面，对不对？它有一些咖啡因，有茶碱，也有一些茶氨酸，基本上还是有些咖啡因。但是像你刚刚讲菊花茶，还有一些国宝茶，它里面是没有咖啡因的，还有这种茶氨酸是可以帮助入睡，是这样子哈。对，现在看到就是帮助褪黑激素生成的营养，可是大家想说褪黑激素直接吃就好了，对，虽然在台湾它是属于处方用药嘛。对，这个分两个来讲，一个就是直接吃褪黑激素，一个吃褪黑激素生成的营养素。好，刚刚哲林讲非常重要，台湾是处方用药，所以有时候病人他要吃褪黑激素，我直接开处方去买，在国外随便架上都买得到。因为褪黑激素在我们这个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它分泌一个叫做褪黑激素，然后会帮他入睡。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如果睡觉前一直看手机蓝光，它会强力的抑制褪黑激素的产生。这时候你还真的要靠吃点褪黑激素来帮忙哈。但是呢，一定要吃褪黑激素吗？不一定。我们褪黑激素是怎么合成的呢？它是从氨基酸有个叫色氨酸，色氨酸变成我们的一种血清素，再变成我们的褪黑激素。那这里面呢，所以假设蛋白质要吃得够，你很多的色氨酸够的话，所以有人说吃点香蕉啦，喝点牛奶啦，是因为里面有色氨酸。所以蛋白质还是很重要，它会变成我们血清素，再变成褪黑激素。但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因子，一个就是刚刚讲镁，可以促进它的合成。第二个很重要叫 B6，对，就是你看有些我们在给病人在调的睡眠好会镁加 B6，所以 B6也是在我们促进这个叫褪黑激素生成的一个营养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子。那第三来讲很有意思，它不是光抗发炎，它对我们的这种骨松嘛预防还有抗癌是有帮助的。北欧他们常讲冬天的时候在安利斯会有就是忧郁，因为日晒不足嘛，对，所以他们就说你这个在日晒不足的地方发现补充D3，不但情绪也变好，睡也比较好一点点哈。所以有的医生会帮病人开，就是你睡前吃点D3啊，除了抗发以外，对我们脑波的影响也是有个放松的状态。对我来讲，就是如果你白天吃D3，你的D3的量也够好，那白天晒点太阳，对睡眠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帮助啦。假设你听有医生讲B 群有帮助所以我吃 B 群，可是 B 群里面有一些会让人兴奋，对啊，早上才要吃正份，对，没错。如果说你吃这个 B 群里面它是 B1、B2 这个叶酸高，对睡眠是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还会兴奋，因为它里面像 B3或 B2来讲，吃了有人精神会比较好。尿会黄黄的。为什么 B 群来讲，特别要加强 B6的才有效？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很多像糙米啦、全谷类的东西都是有 B 群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是 GABA， 现在很红嘛，对不对？对。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GABA 有人吃的很有效，有人吃的一点效都没有。但是因为 GABA 来讲，就是属于一个放松的特别氨基酸。大脑就这样讲，简单讲有一种刺激的机制，有一个叫放松的机制在 GABA 跟刚刚提到像这个茶氨酸等等，它会让脑子的这个放松机制会加强，比较好入睡。那我有病人买了这个 GABA 吃说没有效，那这个是要看个人体质啦。那当然，我们真的要拜托一下刘医师，教我们有没有一些 paper 可以帮助我们一夜好眠呢？研究发现，平均大概18到24度中间，这温度是很好睡。假如说，我还是睡不好啦，你是把冷气啦调低一点点，但是如果调很低，有人半夜会觉得说好像冷醒，这看自己的温度，所以要调到适合的温度，还有湿度。那另外来讲，就是白天的适度的日照，晚上灯光要放暗。其实我有做，我发现很有用。
用，因为我就不喜欢屋子很亮。对，我觉得真的有差别。你说调成黄光吗？甚至于是不要开那么多灯。假如要调睡眠的话，白天离到适度日晒，这个适度的这个灯光好，或者阳光进来，或者说你外面做点运动，光线从瞳孔进去，开始会抑制所谓的褪黑激素，离开就容易醒来了哈。所以那开个大白灯啦，然后看书啊，吵死了，因为那这样绝对睡不好。那再来就是安静稳定的环境叫助眠哈。所谓安静跟稳定哈，有人说有些事你知道吗？晚上弄完全没声音之后，我耳朵一直叫，反而睡不好。所以有一种叫做噪音疗法，就是它 white noise， 就是说他如果假设晚上睡不好，又有人鸣哈。你开那个频道啊，这个在手机就可以看到，有像以前旧电视的声音，他反而睡得好啊。当然你说我受不了任何噪音，那有人是晚上戴耳塞就很好睡，所以这个必须要看个人这个条件了哈。那另外就是通风跟舒适的空气品质哈。如果不通风，假设你有一些霉味来讲，它这个经过呼吸道进去来讲，你会容易惊醒过来，这叫做睡眠觉醒。当然有人是会点点什么香氛啊，这个是另外污染的问题，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再来选个适合的床垫跟枕头，这个最难。对，没错。侧睡来讲，因为肩膀有宽度嘛，有些男生肩膀特别宽，那你的枕头要高哦。枕头太低，它会这样掉下去，那脖子会落枕。对，但是偶尔你会仰睡，可是枕头不能太高。如果假设你的枕头高，下巴会前这个像前倾，就会打呼。所以有些枕头要调出自己的适合的这个东西。刚刚哲天讲没错，这个很难，所以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失眠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吃药就可以了，但其实吃药不好。其实吃药来讲，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方法，对不对？法门。但其实，在睡眠医学会来讲，它叫做辅助疗法，是后面的。我们一般刚开始要先用行为认知疗法。就用一些方式，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说好吃药最方便，可是一般吃药来讲，在台湾坦白讲是有点滥用了。我有个案例是这样，他大概50岁，那是我10年前一个患者，然后他来找我，他就是说他吃药，然后我就跟他讲，你不要吃那么多，他吃8颗药，8颗药，对，然后后来3年前来看我的时候，是他太太带他过来。他太太就觉得，他5年前就开始，他的认知功能就很奇怪，答非所问，而且常常外面跑，忘了回家，然后呢药吃越重啊，后来就诊断是失智症，他失智了。他们家族是没有失智症的这个病史哈，不管是失眠这个问题，或者是吃药过量问题，都跟失智有关。这边谈到几个重点哈，其实吃药来讲有一个残留的问题，发现很多人他说，我吃完药之后隔天记忆力没那么好。再来就是说夜间这个所谓异常的睡眠行为，这个很特别，大家应该梦游嘛，好，我们就碰到病人梦游。你看到他起来走来走去，家人看他吓一跳，回去就继续睡觉。像有一种叫 STINOX， 就是有这个问题。叫异常睡眠行为，国外还有人就发现吃了这太高剂量的药，晚上出去开车，他没有意识，开完车回家就睡觉。后来他那个罚单超速之后被照下，说你晚上跑出去，他是完全没概念。他在睡觉还能开车？可以，睡觉是异常睡眠行为。还有起来会把那个冰箱打开，一个女患者，她说她吃的剂量过高，结果呢早上起来之后，她打开冰箱。他们家那个冰箱里面生鸡肉不见了，那他们家女佣跟他讲说：“太太，我昨天看你吓一跳，你晚上起来就把它抓到嘴巴吃，吓死我都不敢讲话。”所以真的有少数人是这个样子哈。对，那当然我们讲说就是耐受性、依赖性，你越吃心里会越依赖。当然，用呼吸抑制，比如说呼吸中止症、打呼，如果你问题没解决，你吃了这个药之后，你的睡眠中枢他睡得很好，他的呼吸方面反而会受到抑制。猝死风险更高，特别小心哈。另外，跌倒跟骨折的风险会增加。很多的老先生、老太太，他本来就是骨质疏松的，他因为吃了药起来上厕所，就不小心跌倒，髋骨一断掉，脊椎骨断掉，骨的风险增加哈。是，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就可能会影响认知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问题。是，其实这边呢，就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子的诊断越来越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在大概7、8年前哈，因为我也是睡眠专科医师。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有这个睡眠的检查室哈，台湾政府对于重度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是可以开重大伤病手册的，因为他睡觉会容易缺氧，所以它会导致这个身体的话，这个机能会衰退很快，这种病严重的话，病人会猝死。好，就睡到一半人就走了哈。因为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单纯的打呼，就是你这个软腭的地方会有这声音跑出来，对不对？好，那只是单纯打呼啊。可是呢，当他的呼吸道它的咽喉开始比较紧，会塌陷，舌头会往后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它的截面积会越小，所以仰睡的时候，舌头越容易塞住的时候，它的打鼾声是一种病态打鼾声的，你的氧气开始会掉。等到阻塞的时候呢，你气吸不过去的话，你看这个人就是好像他有在呼吸的动作，气没有进去，叫做呼吸中止。我们以前它有一个诊断标准，譬如说呼吸中止次数大概1个小时是5次以下是正常，可是30次以上就是重度呼吸中止1个小时。我们以前曾经在睡眠中心有一个很胖的一个男生，睡到大概只测2个小时，我们睡眠机就把他叫起来，把他赶回家，因为他曾经有1分半不呼吸，
氧气掉到在50几。睡眠其实吓死了，他说你应该是有这个标准，你赶快回家。他一直吸不到，他不会惊醒哦。会有时候他清醒，我们叫做睡眠觉醒嘛，哈。譬如他睡到一半的话，你看他就能，那没有声音，对的，忽然就这样子一下，一会像，然后动来动去这样子哈。有些还会有睡眠的这个暴力啊，乱动乱打了，好这样子好。所以这种诊断来讲，就必须要在我们睡眠中心去睡一晚。当然现在也在门诊也有这个睡眠的一种家里这种居家的检查方式，可以看有没有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那中止严重啊，氧气会掉。你看以前哈，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讲说氧气什么95啦，都掉到90，对不对？可是你在呼吸中的病人常常看到氧气掉到80、70、60，比比皆是。以前我看到有一位台商的朋友，大概10几年前帮他检查，我说你重度呼吸中止症，他血氧最低会低到60。然后我说你要带呼吸器哦，要不然你就怕你中风。那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太太请他过来看我的哈，就后来没来看。后来过了3个月之后，他就坐直升机回来，因为在那边发生中风了，紧急坐救援的飞机哈，这个送到台湾来到人间加护病房，救回来之后坐轮椅过来给我看。所以简单讲，就是假设你有这个医生跟你讲有呼吸中止症属于中度或重度的话，也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真的不能轻忽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是蛮多人啊，会针对这种打呼啊、打鼾啊，会有一些小小的可以帮助的这些工具，包含了止鼾器啊、打呼牙套跟脸罩，这些真的有用吗？当然，你刚刚讲的问题很好，譬如说止鼾器或打呼牙套。打呼牙套我先讲这个好了，这在牙科来讲哈，他们有专门做这个止鼾牙套的医师哈，他重点是把这个下颚包括这个舌头，因为对他把往前拉一点点，让舌头不容易往后掉。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睡觉如果仰躺会打呼，你尽量侧睡，你舌头会偏一边，就不太容易有打呼的现象。是，那一样打呼的牙套有点打鼾牙呢，就是用这个方式哈。但是如果你是随便自己买一个，不是合乎自己的这种口型的条件的话，会发生问题。你牙齿好，这咬合关节会受损，因为你的每根关节这地方好，我们叫 TN joint。这叫做颞颌关节。如果你戴不对的这种打呼牙套的话，你可能关节会常常发炎，吃东西会痛。那再来止鼾脸罩，还有人贴这个嘴巴的哈，有没有？那个口呼吸。对对对，如果你是单纯打呼，你贴这个嘴巴贴起来哈，它真的是鼾声会少很多。可是你有没有想了一个事情？如果假设我今天呢，我的通道，我这地方我要靠鼻子呼吸，我也要靠嘴巴呼吸，可是你鼻子是塞住的，我把嘴巴贴住了，我鼻子本来就塞，比如鼻甲肥大啦。鼻窦炎啊，我鼻子呼吸不顺，你要把嘴巴贴起来，呼吸会更惨的啊。所以这种来讲，对简单的单纯打呼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有呼吸中止症的病人哈，这种方式还是少试。是。来感谢刘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珍贵的资讯，谢谢院长，谢谢。